二战后首次遇到同等竞争对手，接连3次血染对华战争，澳大利亚凭何叫嚣的这么厉害？金灿荣最好的办法就是打断狗腿。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日前，一则中国 vs 美国和他的五眼联盟漫画火了。从漫画来看，五眼联盟中剩余的4国充当美国对抗中国的狗腿子，而围绕中国不断的发展壮大，美国及其盟友的对抗姿态开始不断变化，而唯一不变的是剩余4国一直冲在中美对抗的最前沿。最近的澳大利亚就在对抗的最前沿，叫嚣的最凶。据相关消息称，从4月底到现在的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官方接连3次对华发出战争警告。他们到底在叫嚣什么？又凭何叫嚣的如此厉害？据相关消息显示，澳大利亚的高级指挥官亚当·芬德表示，中澳目前已经在灰色空间里进行相关的交战。所谓的灰色空间，指的是除去战争之外的领域。很明显，最近澳大利亚在灰色空间同中国的竞争似乎又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先是撕毁同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条约，而后最新消息显示，澳大利亚又打算破坏第3项对华协议，也即2011年西澳大利亚与中国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从这里来看，澳大利亚同中国死磕到底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跟随对抗的加剧，冲突战争爆发的风险也随之而来。因此，该高级指挥官表示，澳大利亚必须为未来与中方可能的冲突做好准备，并且在他看来，与中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对于这场可能的冲突信心十足，其表示，中国是澳大利亚自2战以来遇到的首位同等竞争对手，对此澳大利亚军方必须有所准备以应对挑战。很明显，澳大利亚这样的言论愚蠢至极，一个只有区5万军队的国家有什么资格自称是中国同等的竞争对手，更何况是同中国进行战争。当然，随后有人表示，澳大利亚之所以如此嚣张，是因为背后有美国撑腰。毫不夸张地说，澳大利亚的国防安全并不是依靠他们自身的防卫力量，而是依靠背后美国的海洋霸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澳大利亚维护美国霸权的心甚至比美国人自己还要热切。但是他们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一点，一旦澳大利亚真的同中国爆发冲突，那么下场一定会比失去美国霸权庇护更加惨烈。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无论是中美还是中澳之间爆发冲突，首当其冲的一定是澳大利亚这一对抗前沿。或许同澳大利亚对抗并不符合中国的发展目标，但是奈何澳大利亚太不识抬举。正如金灿如所说的，对于这样的跳梁小丑，该打击的时候还是要坚决打击的。对于澳大利亚这样的狗腿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打断他的狗腿，必要时可用军事手段。最近，西方国家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组织了自2020年以来首次7国集团面对面的高层会议。而作为这一次的主办方，英国还刻意邀请了对华恶意满满的印度参加 G7 会议，商讨对华策略。然而，印度人刚到英国就给了7国一个惊喜。据英国媒体路透社在当地时间5月5日的消息，有参加组织会议的官员对外透露，当印度代表团抵达时，英国卫生防疫部门按照惯例进行了一个检测，结果却让在场的很多人冷汗直流。印度代表团一行人中已经有2人被确诊新冠，也就意味着印度代表团的所有人全部都是直接接触者。于是乎，兴致冲冲抵达伦敦的印度代表团在出飞机看到伦敦阳光的第一时间就被关了起来，全体人员紧急被隔离。英国媒体天空新闻网对外透露，印度外长苏杰生在社交媒体上向7国会议的代表团和英国卫生部门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自己确实不知道代表团内部已经出现了感染状况，为了安全起见，自己会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参加到这次 G7 的面对面会议中。有观察人士注意到，在此前印度国内疫情泛滥之际，印度与英国内政大臣帕特尔签署了一份2国移民协议，这一行为让外界不少人十分疑惑，当前印度国内的状况有多糟糕，外界是有目共睹的。全球大部分航空业发达的国家都开始收拢航空关口，切断与印度的航线联系。这种情况下，英国却与印度达成新的移民协议，这恐怕不会是什么单纯的移民协议。有分析人士怀疑，印度国内有钱人在此次疫情爆发后，不是开始向国外转移资产，就是第一时间逃离印度。印度外长此次与英国签署移民协议，虽然没有公布具体情况，但无外乎是2种可能，一个是英国拒绝接收这批逃难者，而另一个是英国有偿接收，并为这些人提供安全环境。
而以印度精英集团长期跪舔的嘴脸，恐怕后者的可能性居多。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恐怕这次疫情对印度来说，不单单是经济和人口损失这么简单，而是大批量的印度精英阶层带着印度大部分资产出逃海外，这就不仅仅是几年能够缓过劲儿来的事儿了。可能印度需要为这一次的错误付出10年甚至数十年国力倒退的代价。紧盯中国弱点，在咽喉处遏制中国。美日制定总体作战计划，中国处境如何？为何统一大业刻不容缓？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尽管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中国仍然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弱点。日前，国外媒体如实报道称，形势更加严峻的是，近日美国已经暴露险恶用心，意图死死抓住中国这一弱点，和日本共同密谋对抗中国的大计。在国外媒体看来，中国存在的难以克服的弱点之一就是地理位置。在当今制海权日益重要的当下，缺少洋岸线这一点对于中国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所谓的洋岸线是指直面大洋的海岸线。观察我国近海沿岸可以知道，中国尽管海岸线漫长，但是周边的大多数为浅海，这十分不利于潜艇的隐藏。在可预见的未来，海上方向将是中国受到威胁最大的方向，因此加强海洋防御力量十分重要。其中潜艇则是海战攻坚主力，对于大国而言更是如此。作为大国威慑利器的核潜艇，其威慑能力远远高于其他武器平台。一旦战争爆发，有着极高隐蔽性能的核潜艇就成为威慑敌人的重要存在。更为重要的是，潜艇也被称之为航母杀手，可见其在未来海战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是，中国近海周边水域较浅，潜艇从这里潜出十分容易被敌人的卫星以及反潜侦察机给捕捉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舒加特表示，要从近海驶向更开阔的水域，中国潜艇不得不从岛链上穿过，而这将为美国及其盟友创造机会。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这之中的作用被美国高度关注。美国兰德智库公司表示，日本在咽喉处遏制中国或将成为战时美国最为看重的作用之一。为此，美国甚至制定出了一个总体作战计划。一旦中美爆发海战，日本的作用就是控制海上通道，防止中国潜艇等战略利器潜出太平洋，从而将战局控制在中国沿海周边。一旦在战时中国被压制在第一岛链里，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也就意味着敌人可以随意在其防区内朝我国国土发射中程导弹，而由于距离过近，留给我们的反应时间也相当少。在敌人的密集进攻下，我们还剩下多少反击的余地，也就可想而知。如今，美国联合日本、澳大利亚等对中国发起了前所未有的进攻。若是以这样的趋势下去，未来中美或难逃一战。可以说，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乐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进行相应的战略布局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祖国统一大业或已刻不容缓。我们知道，无论是在突破美国的岛链封锁计划上，还是在获得利于战略利器隐藏的海岸线上，对岸对于中国而言都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特别是在美日步步紧逼的当下，尽早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或显得更加紧迫。